迫不及待沉睡中醒来，故事从这里揭开，感受着呼吸越变越暖，安静到澎湃，奇迹般的力量，想拥抱你的心跳，牵你双手，看世界那么缤纷，等你探索。当生命有了呼唤，期盼未来，换我迫不及待，要在你生命中陪伴。谁家的家长愿让自己的小孩去看这些？你这样是涨不了粉丝的。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？那你也没问我啊。好吧，以后你给我多提点建议啊。平台说我们的直播涉及是敏感词汇，我说我们是医学科普直播，他们说经过审查之后会给我们解封的，但下次直播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小孩子。我这还真没注意，竟然有这回事儿。那我们是妇产科的科普，那避免不了这些呀。那么多医学词汇都不能说的话，那我们还科普什么呀？你先别着急，我帮你想想办法。科普这种事儿，本来就是要大众化，光说医学名词什么的，普通人也记不住。比如说那根管子，代替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哎，我要直播的时候跟人家说，最常见的异味着床部位是那根管子，人家不得笑死我呀！人想什么医生啊，说话那么模棱两可。宗瑞，你终于笑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一笑起来呢，我感觉所有的阴霾都散了。是吗？真的吗？当然。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多，我请你吃大餐吧。哎，干什么呢？咱妇产科这么闲啊，还有功夫发呆？护士长，刚接生完累了，歇会儿。你还没回家呢？这医院里刚开完会，马上要进行新一轮的技能检查，咱们要好好准备检查和考试了。一个护士的成长之路就是日日考、月月考、年年考，这样啊，你们才能成为理论和经验都合格的护士。我以为护士长当得挺风光的，没想到也那么烦。哪那么容易？今天俩病区护士长争执，就是为了进修护士的分配问题。我知道大家都缺人，那我也没办法呀。大家都是为了工作，你还不能说是谁不对。闹心，太闹心了。护士长，你说我们助产士是不是特别没有希望啊？干着医生的活，编制在护士，工资、待遇都涨不上去，还没有什么上升空间。医生可以升主治、副主任、主任，我们呢？你这个问题啊，是个普遍性的问题。你们是可以做医学决断的护士，但又不是能下医嘱的医生，尴尬。有些医院干脆就把助产士这岗位取消了，让医生接生。可是你们老助产士那可是块宝呀。那有什么用呢？我户口又不是本市的，你爹妈想让我回老家，赶紧找个合适的家了。可是我不甘心啊，我是盛记的资深助产士，我想找个优秀的男人，可优秀的男人看不上我，高不成低不就，要钱没钱，要人没人。我真的觉得我坚持不下去了。你听我的，
婚姻这种事儿不能急的。哎，不对，你是不是有别的医院挖你了？我想去私立医院了，趁年轻多赚点钱。像我们这样的助产士，在私立的产科医院，总算吃香。你看，我说对了吧？你这前面铺垫那么一大堆都是假的，你其实就是想走。不是，我不是为了自己想走做铺垫，我是今天真的伤心了。算是失恋，也算是对自己失望。乖，不哭了啊！不哭了，不哭了。别哭啊！不哭。马姐，你帮我看一下这个。哦，看一下，这个是这几个，还有这几个已经换完了。可能记录上忘记了。我看一下，这些字放心。行。我先走了。啊？怎么了？宝宝闹了？不是，刘大夫，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女护士去卫生间看一下，看看杨叔是不是在里边呢？你们单人病房不是有卫生间吗？他怎么会出来上？找了，他没在里边啊。打电话了吗？打了，他手机落床上了。哎，师姐，杨叔不见了，我怀疑他抑郁症发作了。你对住院部的楼比较熟，麻烦你跟她老公一层一层往上找，尤其注意开放式的阳台和露台。我一层一层往下找，去院外的马路边也看看。好，他在护士站等你啊。杨叔，老婆，你在那儿干什么呀？那太危险了，你快过来呀！我带着孩子过来看你了啊！这风太大了，你快跟我回去，好不好？不要哭了，宝宝，不要哭了。不哭了。妈妈没有用，妈妈没有奶，这么长时间，妈妈都没能给你一口奶喝。我知道你恨妈妈，我根本不配做你的妈妈。不会的，孩子不会恨你的，孩子只会爱他的妈妈。啊，你听话，你跟我回去吧，好不好？他状态不太对，你先别靠近他。你先让孩子别哭了，你把孩子带到后面去，让孩子别哭了。不哭了，宝宝，不哭了，不哭了呀！喂，找到杨叔了，在天台。你在哪？我在楼下呢。楼下。你抬头能看到吗？看到了。杨叔的状态不太对，欧阳抱着孩子要接近他，他就往后退，太危险了，我们现在都不敢动，怎么办？我马上上来。你看免提，我跟他说。杨叔，我是刘医生，你先静下来，你听我说。你最近是不是一直嗜睡，老觉得睡不醒？你是不是对什么都没兴趣？还觉得自己没有任何价值？我告诉你，这不是因为你不好，是因为你生病了。你的所有这些症状都是产后抑郁症的症状，这是一种病，你明白吗？我生病了。是的，你开了一大刀，身体激素变化太快，又经历了一段不太开心的事情，所以你的情绪闹脾气了。是他让你变懒，变得很绝望，变得看不起自己。但请你相信我，这些都是短期的。你配合医生好好治疗啊，等激素平稳了，刀口愈合了，母乳也有了，你会慢慢好的。我怕我等不到那一天，如果我好不了呢？不会的，请你相信我。
请你相信我，我是医生。我证明了你的清白，我带回了你的孩子，我很专业。而且，你的妈妈也是抑郁症自杀的。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没能过这一关。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离开。但是我知道，没有妈妈的孩子有多可怜。我很小就被送到国外，寄住在亲戚家。我每年冬天都会不停地感冒发烧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其他中国孩子的妈妈会给他们准备秋裤。我没有妈妈，天气再冷，我都只有一条单裤。我学习成绩一直很好，经常有机会上台领奖。但是我的妈妈从来不会出现在台下，为我鼓掌。我的同桌是一个总考倒数第1的白人男孩，他总是欺负我。有一次，他从倒数第1考到了倒数第2，他妈妈抱住他，骄傲地说：“孩子，你太棒了，妈妈为你骄傲。”可是我从小到大拿了那么多第1名。我的妈妈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。从专业上，请你相信我这个医生的判断，你会好的。从情感上，请你相信我这个儿子的话，我一生都得不到我妈妈的宠爱，我一生都会难过，都会耿耿于怀。杨叔，请你过去抱抱你的孩子，你问问你自己，还能不能坚持一段时间？产后抑郁症一般只会持续3到6个月。请你给我打个赌，用这段时间来换取你儿子一生的幸福，可以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坚持下去。你能，你真的能。老婆，你不能这么想，你快过来呀！我没有办法面对他。使劲儿，坚持住啊！你抓住，老婆，你抓住了！使劲儿！使劲！老婆。老婆，老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老婆，我保证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。对不起，老婆。哟，两位英雄，说好些了没？他的手拉杨叔的时候撞到了栏杆上，轻微骨折，估计得10天半个月才能好。我是擦伤，过2天就好。他情绪怎么样？不好。医院里又是嘉奖又是表扬的，一直没效果。怪不得刚才不理我。再这样下去，我担心他也抑郁症。盯紧一点，啊。放心吧，我先过去了。跳楼的那位患者今天出院。快去吧。刘医生。实在太抱歉了，我一时冲动，结果我这擦破点皮，你却伤成这样。今天要好好吃药吗？哦，他今天吃过了，那个精神科的主任过来会诊开的药，杨叔说吃了以后好像心里的乌云都驱散了一样，挺好的。那太好了，别哭了。啊，刚刚有了母乳，我情绪不能太激动。放心吧，我没事儿。看我现在走哪都是英雄啊！加我微信的美女都一摞一摞的，一摞一摞的，那是太平间。今天我跟杜医生特意来送你们，希望叔叔阿姨还有魏阳能答应我们一些要求。啊，刘医生，你说。第一，要监督杨叔坚持服药，有任何问题去找精神科，不要觉得不好意思。明白。
第二呢，在服药还有停药期间，情绪有可能会反复，请你们尽量不要指责、规劝，还有生气，尽量的去营造一个比较温馨的家庭氛围。这不光是我的请求，也是我咨询了精神科的大主任，他告诉我，照顾产后抑郁症的患者比较好的方式。刘医生，杜医生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以后一定会加倍对我老婆好的。而且刚才那个精神科的大主任，我也向他请教过了，他说的那些问题我也都记到了手机上，都设成屏保了，以后保证会认真贯彻执行。那太好了，那就祝你们顺利出院。谢谢，谢谢啊。哎呦，你这是高兴的，知道要回家了？以后天台就上不来了。医院说，为了防止类似的事情发生，要把所有高层的天台和阳台都封起来。以后想溜上来喘口气儿都不行了。医院是没办法，这个地方承载着太多的绝望和痛苦。一旦有患者出事，家属就会追究医院的责任，而从不去反省自己到底做了什么。没想到我来这里短短几个月，就发生了这么多事情。明天就是我妈妈的忌日了。那你请个假吧。我可能要请很长一段时间的假。也对，你这个伤势是要好好养养了，别到处蹦跶了。最近，我心里一直在模拟我6岁的时候，我妈妈的心理状态。我在记忆里不断地搜索关于她所有的细节。我在想，我当时应该可以做点什么，让她可以产生留在这个世界的想法和兴趣。我满脑子都在演练这些情景，一直挥之不去。所以，我觉得我可能还是离开比较好。我想回我导师的实验室了。我知道你非常疑惑，也非常难过，但我还是希望你不要选择逃避。你说过，面对妻子的痛苦，丈夫不可以不作为。同样，当我们面对自己内心的痛苦，我们也不能够不作为。况且，你什么？你想让我留下来？我想，我觉得你今天轻轻松松得到的一切，都是我和聪瑞要花几倍的力气才得到的。虽然说当初你来圣基妇产科是为了气你爸爸，但对我们而言，是我们心目中的圣殿，是守护妈妈和孩子的希望港湾。你应该珍惜，就算不珍惜，也不要拿这种随便的态度来玷污它。嘴真倔，我就应该摁着你亲，亲到你不倔为止。我知道你是舍不得我，难道就不能说出来吗？啊，我来看你了。
吃草莓吗？你一定很爱吃，对吧？不然你也不会在离开之前给我洗了一盘草莓吃。你是想给我留下一点甜，还是一点酸啊？ 20年没吃草莓了，味道不错。你妈妈喜欢芍药，不喜欢菊花。 是吗？可惜他没有机会亲口告诉我。我妈妈有产后抑郁症，你知道了吧？ 后来产后抑郁症怎么就变成了真正的抑郁症？你做了什么？她没有抑郁症。我看了她的病历，整整6年，她都在遭受抑郁症的折磨。她产后伤口反复感染，你有没有好好照顾她？她不断的请病假，我记得她经常一个人带着我在家里。她在遭受病痛折磨的时候，你在干什么？忙着往上爬吗？她病了6年。 你从主治到副主任到主任，像坐火箭一样往上升。而他呢，一个人在抑郁症里挣扎，还要照顾我。你还说他没有抑郁症，你在为自己的失职开脱吗？你妈妈是一个很有事业心的人。 当年我们结婚的时候就商量好，先拼工作，再生孩子。可是你妈妈刚升任护士长之后不久就怀孕了，这是一个我们没准备的意外情况。你妈妈当时觉得位子还没坐稳，想要打掉孩子，我没有同意。虽然你是个意外，但是我愿意接受这个意外。 可是这个意外之后，是一连串的意外。你妈妈在怀孕的时候，仍然在拼命工作，我拦都拦不住。她说，她要把怀孕、生子对工作产生的影响降到最低。她要成为一个能拿兰丁格尔奖的伟大护士长，绝对不能输给我。生你的时候，是艰难产。 导致会阴撕裂，我劝他好好用药，好好休息。可是，他还没完全恢复，就急着去工作，然后就感染了。感染以后，他就更心急、更焦虑，稍微有点好转，他就去工作，继续感染，反反复复。原本是打算拼工作的，到后来却成了经常请病假。最后。 科里实在是受不了了，大主任就找他谈话，要他长期休假，护士长的位子由别人来替代。你妈妈一下子就崩溃了，她根本就不是什么抑郁症，她就是太要强了，为了工作上那一点虚荣心和成就感，罔顾家庭和孩子，跳楼自杀，这更是不负责任。 跳楼自杀，所以他失踪那天是跳楼了吗？当年唯一清醒的是
是没让你亲眼看到你妈妈跳楼。如果被你看见了，那将是你一生躲不掉的阴影。我真的没想到，你身为一个医生，居然把我妈的病归咎于要强和不负责任。如果当时你呢，放下你的偏见，用心的去理解她，去重视她的情绪变化，她根本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抑郁症。什么抑郁症？她就是因为太要强了，钻牛角尖儿，所以她想不开。我劝你要谨慎择偶，不要再找那种太要强的女人。如果她满脑子想赢，一遇挫折就崩溃，那是神么药也解决不了的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你才是杀死我妈妈的真正凶手。就是你的这种态度，才把我妈妈一步一步逼上绝路。刘振华，从今往后，我永远不会再叫你爸爸，我的生活也永远不需要你插手。如果当年我听你的，把孩子拿掉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，对吧？啊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，对吧？是我非要把孩子生下来，我混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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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白浅，我真的好后悔。天哪，这个事儿也太刺激了！这绝对是惊天大消息！我的天哪！喂，哎，我是田山。什么？投票改期了？为什么呀？哦，突发事件。行，那我就不多问了。那个院办尽快处理吧。好嘞，哎，再见。耶！刘念白，你这是颠倒黑白。你明知道你爸爸他没有受贿，他也给你解释过了。你散布这样的视频，这是诬陷，你明白吗？你也知道我妈妈是跳楼自杀，对不对？你家住我家隔壁，你早就知道真相，是吗？我也是过了几年，才无意中从大人口中听到的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哥哥。却配合我爸爸瞒了我20年，我看你才是他亲儿子吧。你父亲恳求我照顾好你，在你有能力接受的时候再告诉你。我觉得这种事情必须他自己跟你说。
他毫无悔意，不但对我妈妈的抑郁症妄加评判、推脱责任，还干涉我的恋情。我跟他此生绝无和好可能，也请你以后不要跟他报告我的任何事情，否则我们连兄弟都做不成。还有，不管你信不信，那个视频不是我发的，不过我要感谢那个发视频的人。 恭喜你中彩了！我没买彩票啊。你即将成为一个大网红的负责医生。哪个大网红啊？搞笑舞后天使娜梅，没听说过呀。你说就你这样还做短视频博主呢？连网红 Top One 你都不知道？做短视频博主那是被田主任逼上梁山的。你以为我还真想做？天使娜梅的关注度可是排名前3哦。这么厉害啊？为什么呀？她擅长什么？ 你看看啊，人长得漂亮，跳舞水平也高，但是呢，她街舞里又融入了搞笑的元素，大家就觉得又酷又好笑。很难见到这种长得漂亮又没有偶像包袱的短视频博主，让人看了就想笑。哎，你说我要是一边跳舞一边讲公关语，我粉丝是不是也能上千万？我看你啊，一边翻跟头一边讲官运，粉丝能上1个亿。翻跟头就是不太好耶。你还真信呢？ 又玩我啊！去把那个13号病房那个吴娟下个刘志珍，后面要连续掉硫酸镁。13号，13号就是天使娜梅啊。哦，她的真名就叫吴娟啊。怎么这么土？他俩是一个人啊？那个就是他呀？对呀。天哪，滤镜太可怕了，完全看不出来啊！你赶紧的，3查8对，不要3查8卦。等等，我先看看。 88年的，他直播的时候说自己是93年的，这人还能不能有点诚信？哎呀，又受伤了。媳妇儿啊，大夫让你搁这躺着，咱就挺几个月呗，钱又不是没有，你这么拼干啥呀？一天不直播，网友就嚷嚷说你膨胀。掉粉这事儿啊，可是会传染的啊！就咱这点才华，能登得上台面吗？咱靠的是陪伴，勤奋的陪伴。如不陪伴，他们就会觉得钱白花了。所以我不能停，我要顺产，生完宝宝就直播，这叫做网红的职业操守，懂吗？我懂，话是这么说，这我不是心疼你吗？没事儿，换衣服去。 你不能站着，你赶紧躺下。哎呦，宝贝儿，哎，躺下，小心！李大彪子，啊，你是天使娜梅的老公？我的天哪，原来你们2个是2口子，这可是大八卦呀！那个小姐千万保密啊！我媳妇儿这网络形象啊是时尚加搞笑，我呢是土嗨，俺俩这结合不能让人知道，要不我得掉粉儿。明白。 我绝对保密啊，放心。来，娜梅，我来给你放个刘志珍。吴娟是吗？啊。您现在孕周呢是30周，但是您的宫颈管呢只剩下不到1厘米了，所以你现在能平躺还是平躺，不要直立。我有个粉丝说，宫颈短的可以做宫颈环扎，那是针对早期的。您现在子宫的情况就像是装满水的气球，但是口没有扎紧，很容易它就露出来了。 这个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，能躺着就躺着，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，不要让子宫承受那么大的压力。所以说呢，这30周的早产儿在我们医院存活率也是很高的，但是宝宝还是在妈妈的子宫里面长大才是最自然的。我除了直播的时候都是躺着。什么叫功亏一篑？您都坚持几个月了，1分钟就能出事儿。 你现在幸好没有出现见红啊、宫缩什么的，你下床这一溜达去直播去了，一孩子掉出来了，引起了宫缩，那你马上就要终止妊娠啦。哦，那我想想，我看怎么样能够不站着或者不跳舞把直播做了。我要下针了啊！哦，你们网红还真是一个体力活啊。这一面跳舞，还要跟粉丝互动，
还得讲笑话，这也太难了吧？哎，田主任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事。也看网红呢。啊，对。哎，您怎么来病房了？林伟说有几个复杂的病例，我一起过来看一下。你说，这病人我也不认识，了解了解。你看看，现在这有粉丝就是公众人物，明星也挺好当的。你怎么样？粉丝多少？有10几万？我照10几万，还差一点儿。那也不错了，见效挺快的。具体有多少？16个。多少？16个。你们90后的语文课本上的差一点的解释，看来跟我们70后差不少啊。哎呀，田主任，我这不是刚刚开始吗？对不对？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那你就好好跟这叫什么梅的取经。他出院之前，你的粉丝要不过10万，我就换人做。老公啊，我发到了全家亲戚，外加我所有的亲朋好友，总共才凑够了16个。我上哪找10万亲戚去？关注我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天使娜梅。今天我已经来到了医院，准备迎接我的宝宝的到来。哎呀，过去几个月里面，我都一直给你们跳舞，是不是很感动？但是今天医生告诉我，不可以了。所以，今天我就跟你们聊聊天。你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我，一定好好给你们解答。大梅，预产期还有几天啊？预产期啊，还早着呢。但是因为我个人一些天生小小的问题，需要卧床等着宝宝再长足几周足月。啊，喜欢看我跳舞的粉丝们可能需要再等等喽。身体太虚了吧，胎儿不稳。身体太虚了加一，我前女友就这样，流产刮宫过，不躺着孩子就掉了。没有流过产，确实是我自己一个天生的小问题。这是我第一次怀孕，好吗？快生了还化妆，对孩子一点都不负责任，孩子容易畸形的。想赚钱想我怀孕的时候连电脑都不敢看，一点都不负责任。你还直播，有辐射的，你知道吗？对孩子肯定不好。我在怀孕时候使用的护肤品啊，都是孕妇可用的。因为呢，在怀孕期间，身体雌性激素的变化会导致准妈妈的皮肤也会发生较大的变化，会变得比较敏感啊、脆弱啊。所以呢，我在怀孕的时候都会去选择一些天然植物成分为主的、质地比较温和啊、安全啊、皮肤也容易吸收的产品。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用的是什么，你们就知道了，绝对是没有问题的。来，把我的护肤品拿过来一下。我也买一份。来，我先囤了。种草了，给你们看看，打开让我们看一下。给你们分享一下我的好物。你的化妆品日期都可以用吗？噔噔，就是这一款，这是孕妇可用、绝对安全的产品，放心吧啊。哎，我不懂，这是什么呀？还有，我没有做过手术，大家也要放心。刚来的吧？你们也知道，医生一般把情况说的。我也想看你跳舞。干什么呢？天使娜梅的直播，你看有些网友说话真的好奇怪啊。他说医生让他卧床，下面就有人说他身体虚，有说他怀孕化妆的，还有人说他不负责任，要把孩子辐射畸形的，还有人说医生言过其实，气死我了！我跟他在网上对骂。哎呀，这网上的事何必这么认真呢？都是些闲的没事干的人。我才发现有那么多人对妇产科的常识是一无所知，一张嘴全是偏见和伪科学。你看啊，还有个挑事儿的，说他一定是情感史丰富导致的宫颈糜烂。这都什么年代还有人相信这种话？这宫颈糜烂压根儿就不是病啊！我看看，我直播经过医院和医生同意的。这帮网红啊，基本上都被粉丝给绑架了。你看，他已经不敢说自己的病情了。啊！让我站起来直播呀？这个也太……
简单了吧？你疯了吗？哎，你慢点啊，聪瑞。娜梅，站起来！姐姐身材好好，是吧？怀孕都不影响。跳舞那就不行了，给你比个心，掌声在哪里呢？躺下！谁啊？你这样孩子会很危险的，你不要拿孩子来赌气，好不好？小姐姐真好看。嗨，就是这个医院的科室，拜托我带一下吴医生的科普账号。你怎么刷了10个跑车啊？而且我在一个单人的地方才能开直播的。退休了，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播到这里吧，我们明天见哦，宝宝们，爱你们。多少啊？哎呦，你赶紧躺下！你真行，你让你看着他，让你看着。哎呀，我说不了他。我没事。先上床，先上床。没事吧？你没有不舒服吧？没有没有。对不起，我刚才声音呢是大了点，但是我真的很急。你这种先天性的宫颈短，幸好早就在圣济医院建档，并且小心监护，要不然很容易流产的。您看，你都坚持到30周了，为什么不坚持下去呢？还有啊，这些网友说话都太恶毒了，要不然以后就别直播了，会影响你的。没事儿，我早就已经习惯了，而且网上的那些人也不是真坏，他们只是找一个渠道发泄发泄而已。而再说了，给他们快乐是我的职责，如果我不能给他们快乐，我们也挣不了那么多钱呀，是不是？你内心也太强大了，看来当网红都不是一般人啊。那咋整啊？你要是在乎我，那能把你气死。咱有时候就当看不见呗。哼，那看来是我多虑了。但是你以后千万不能乱动了，知道吗？谢谢你，吴医生。有什么情况再来找我啊。好。是。看好了啊。拜拜。不让我动，听见了吗？医生好。哎呀，你们咋整啊？我的话不听，医生的话也不听啊！你们无法无天呐！